Hello， 大家好，我是 Gone， 欢迎大家观看本期内容。这期内容属于贴近实际的干货，主要是传递思维转变的观点，以 Gone 本身为例进行分析，解读个人应该如何主动参与派生态，并有所收获，不再患得患失。最后提出为什么要参与进来的重要性。Gone 分享趣人趣事、知识故事、探索未知、实用资源的内容，目前主要跟进 Pi Network， 希望能够帮助各位朋友点赞、订阅、分享，点亮小铃铛，支持下 Gone。Pi Network 发展至今，派友都做了什么？大家可以先问自己这个问题，回想一下。我们再讲 Gone 的例子。现在派友大概有这些类型：一、大力宣传布道，增加挖矿速度，同时扩大了共识范围；二、直接参与易货，以及不同行业商家支持接受派币，主动复制；三、做自媒体，进行消息传递、观点表达；四、不同易货平台的搭建，以及派咨询和周边相关业务。五、每天点亮闪电，到群里天南海北侃味儿，或多或少收获一些知识。六、只管点亮闪电，什么也不去了解，偶尔发发牢骚，坐等映射主网。怎么样？回想完了吗？自己做了哪些？如果不是第六种，那就是一个好的开始。Gone 做了什么？很明显 ，Gone 选了自媒体，符合第一、三、五种。虽然开始接触不算晚，但是开始阶段由于麻烦事缠身，并没有能仔细的思考，直到过年前，疫情让我静了下来，经过思索，选择符合 Gone 自身的策略。接下来 Gone 原声来解说吧，要注重我分享的内容逻辑和思维，这才是参考重点。好的，我们继续分享我的个人例子，希望大家能从中收获一些东西，然后甚至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的、适合自己的这个灵感，好吧？这是我最希望能看到的，说明我的内容有一定的价值。OK， 现在看到的思维导图呢，是我根据自己的想法还有已经在实操的整理出来的一部分内容，现在具体分享一下。最显眼的就是红色这部分，混沌界派社区核心共识派友的再划分。混沌界呢，就是我们群的名字啊，也是我公众号的名字，寓意着更丰富的内容、更大的包容性，还有这个混沌的世界。因为我要做品牌自媒体嘛，对吧？肯定要有自己的一个名称嘛。那我们群也就把这个名字赋予过来，形成一个特色。为什么要把它标成核心呢？因为不管是 Pi Network 也好，还是我作为自媒体来讲也好，这都是要依赖的东西，要依赖的存在。社区是由人组成的，如果没有了人， Pi Network 跟自媒体还有什么可谈呢？对不对？现在大家都知道一句话，流量即王道。这句话说的其实很对啊。流量它不光是一个特别时髦的词儿啊，也是客观事实存在的一种东西。它是21世纪独有的吗？不是的。古代跟原始人类，它也是存在的。流量实质是什么？是人的需求。一部分人因为同一个需求，好，形成一伙人；另一部分人又因为另一个共同需求聚在了一起。那可能放在原始人类，它会形成一个小部落；放在古人时期，它会形成一个小团体，对吧？那好，放在21世纪，因为网络时代和信息时代，形成了社区。因为我们获取信息更快了，对吧？然后获取的这个信息范围更广了，几千里外的信息，因为网络，我们甚至10几分钟，因为新闻传上来了，我们获取到了，因为共同的观点、共同的需求，形成了一个小社区，对吧？所以它是作为客观事实存在的。可能有一些人本来想做一些事儿因为这个朋友或者说相熟的人
一句调侃，收个流量怎么样，对吧？就不做事儿了嘛？难道？只要你做的内容或者说做的产品是有价值的，是有依据的，不是胡乱造谣，那你就心安理得的去做，对吧？好了，扯远了啊。说回来，我们这个我的这个整体思路的一个源头，那没什么可说的，就是 Pi Network， 对吧？一切的基础嘛。然后由 Pi Network 延伸出了个人品牌自媒体这个想法。实际上这个不新颖啊，我做的很晚了，因为有一些事儿耽误了。然后呢，这是次要基础。好，这是第一步，我这标出来了个1啊。然后第二呢，把这儿联系起来了，因为混沌界派社区本身它就是从 Pi Network 中这个大的社区里边去分离出来的一个小社区。因为派友也有不同的需求，也有不同的喜好。我们混沌界派社区可能需要更广泛的知识，对吧？更好的交流环境，然后聚在了一起。然后第三呢，其实就是说到自媒体的内容了，对吧？其实这个内容呢，就是由 Pi Network 这个基础就已经决定好了的，就是核心方向就是 Pi Network， 对吧？没什么可说的了。然后第四呢，有了内容核心方向，这部分内容呢，吸引到了从 Pi Network 这个大社区中吸引到了认可高昂内容的派友，而这部分派友关注订阅了我的自媒体，然后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加入了混沌界派社区，组成了这个社区，对吧？这就完成了一个共识派友的再划分，因为相同的需求组成了这个小社区，而且是在共识派友的基础上。OK， 现在这个大的框架我们说完了，然后呢，我们说一下这个内容这块啊。内容这块我觉得要展示一下。虽然说我标了核心方向是 Pi Network， 对吧？但是我要做的内容，我把框架先搭了起来。主题内容肯定要做，思维传递也要做，知识科普也要做，资源分享还有币圈解读。之后可能还有其他的板块。现在我主要做的就是有核心方向的内容 Pi Network， 这肯定是目前主要做的。然后中间糅合了思维传递还有知识科普。比如以往我们做过派的白皮书，对吧？然后还有 NFT 还有这种核心共识协议概念我们都揉进去了。然后以后呢，我们会做一期专门讲这个核心共识协议，还有这个联邦拜占庭协议这专门做的这一期其实挺生涩的，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然后资源分享还有币圈解读这部分目前做的比较少。资源分享主要现在还是做一些工具软件的分享，因为手机操作需要用到很多方面的软件，给大家提供了一些便利，我做了一些分享。
然后币圈解读目前只有一期内容，做了一期这个社区的对比啊。另外呢，就可以看到另外一个组成，就是我们个人的一个要做自媒体需要什么准备，也就是那个换一种说法叫资源。其实我的资源很简单，就是我自己。时间是一个，自媒体运营经验是一个，互联网运营经验啊，公司经验也算一个，硬件软件基本条件肯定要有。其他社群，这个我加了也加了几个社群啊，平时没事儿水一波，然后跟大家聊聊天儿，然后看看大家关心什么，然后当然我发的内容肯定也要分享出去。我在社群里边备注也直接就叫 YouTuber。至于自媒体经验啊，自媒体经验跟互联网经验其实可以放到一起啊，放到一块说。但是互联网经验我单独拿出来，是想强调互联网的一种思维，在这个经验培养了我的一种思维。然后也就是在这个互联网公司期间啊，接受那个采访，有幸被央视截取了5秒的片段啊，出镜了5秒，这也就是我们那个寻找高玩活动要找的那个片段。今天那个是星期3，每周6我们会做这个线索提示啊。这周该做线索提示2了，应该是。OK， 这部分其实很简单啊，整体思路框架其实就是这样。然后下边这部分其实是属于我自己个人对未来的一个设想。这是当时看到了。做完了那期 NFT 那期内容之后，我设想了一种虚拟社区的一种映射，对未来的一种想法吧。这个也就不重点说了，这个发展方向还是需要这个时代给我支持的，看这个趋势能不能支持我这个想法吧。好了，就这些了。看到这块啊，其实我这儿只是做了一半，另外一半呢，实际上是属于社区的一个功能，或者说社区的存在意义是什么，这个在之后的内容里边会讲到。难道社区只是作为聊天使用的吗？只是那个传递一些消息使用的吗？还有一些其他其他功能是它这个所具有的，而且是它主要的存在意义。之后我们内容再讲，好吧？然后上一期内容那个传到频道之后，而且是在首映的期间啊，因为我发现那个封面直接挡住了视频的画面，所以直接就把那个内容删了，重新传了，所以跟那个预告时候的时间不太一样。再跟大家说声抱歉啊。然后呢，就这些吧。之后交给这个电脑声音给大家做一个总结，然后呢，再来解释为什么个人一定要去布局。这是今天内容的重点，好吧？其实可以看到这中间高昂的收获。
为了做自媒体，我学到的知识是收获，交流来的知识也是收获，氛围良好的社区也是收获，自媒体本身更是收获。至于 money， 刚起步有什么可奢求的呢？如果能够得到更多派友的支持，我是很期待的。这段时间看到了很多其他类型的自媒体进行蹭热度，蹭热度其实正常，不正常的是一些蹭热度的自媒体没有深入了解相关消息，就直接发布自己的观点。那么这些什么都没有深入了解的都在发 Pi Network 内容，为什么不能有更多有深入了解的派友去做呢？在自媒体层面推广可靠的信息，扩大共识，相信很多人要比我的基础条件好，而且资源要多。不过这只是布局的一个思路，具体的策略要由自己手头资源综合后产生，欢迎一起共同探讨合作。说句题外话，暂时还是保留了这磁性的电脑声音，当做主持人好了。听完刚才高恩的策略方向，各位肯定有人会觉得并不适合自己，那是一定的，因为每个人的生活、工作经验、技能掌握等手头资源不一，但是重点在于其中的思维逻辑。在映射主网前还有8个月的时间，足够去思考，然后实施布局。一、选个集中的时间静坐下来，思维导图也好，纸和笔也好，汇总自己手头资源，包括自己身上的和外在附加的。2、在这些资源中筛选能够和派生态联系对接的内容。3、再次综合筛选出来的资源策划大方向。4、从最小的步骤开始实施落地，开了头也就有了继续下去的动力。为什么要做这些？坐等主网不就好了？高安之前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疫情期间是真的闲下来了，就想着简单的做个自媒体好了，没事的时候更新下就好。开了这个头之后，每天想的越来越多，大方向也在不断拓展，才有了现在这种思维。当然了，如果你现实条件支持，你不用辛苦，可以忽略。说到这里，突然感觉有点像是课程销售的感觉。放心，不是的，没那么专业，哈哈。大家要明白自己的心理建设最低点在哪里。如果能够接受现状的话，那没必要考虑这些；如果不满足，可能觉得派太少，可能正在琢磨做点什么事业，何不搭一下派 Network 趟顺风车，并且提前动作准备。作为个人，不像公司机构有资本支持，能够短时间在员工协作下做好布局，个人提前一点点准备，可以避免主网之后的手忙脚乱。其实往期内容中也有提到过这些，不过我们这里拿出进行了更具体的分析，能够直接看到从中能够有什么收获。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手头资源少，甚至没有资源或者技能少，有这种理由可能是觉得现状还可以接受的，或者找个借口。电影《10月的天空》，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它改编自一本自传《火箭小子》，原型人物是 NASA 工程师 Homer Hickman， 可能大都拿它作为追求梦想的例子。高恩关注的点在于男主和其父亲是2个时代的思维基础，时代的巨轮滚滚碾过，带来了新时代，而且男主是真的学渣一枚，然后在兴趣的引导和督促下汲取相关知识，才有了后来的 NASA 工程师，所以没有技能可以学习呀。高恩也在自学 Python 语言，每天进步一点就是好的，说没有资源是不可能的，最差还能去地推呢，人就是最大资源，对不对？与其每天期待项目好消息，空空的望着映射主网，还不如落到实事上，既参与派生态建设，还能在自己手中握住主动权更大的筹码。欢迎关注混沌界，点击菜单栏找到我高恩社群加入，共同交流进步。好了，本期分享就到这里，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我是高恩，给来一波素质3连吧，哈哈，下期再见。